今天给兄弟们带来一部2024瑞典科幻电影《科拉》。故事发生在遥远的2026年，地球上到处都弥漫着毒气，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，只要吸入体内，不到2分半就会当场暴毙，杀伤力极其的强大。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只能生活在地底下。人类如果再找不到对付毒气的方法，整个人类文明就会崩塌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幸存者中有着一些高智商人群，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，齐心协力研究消灭毒气的办法。女人名叫科拉，她是总部派出来的其中一名工作人员，在地底下已经工作了数十年，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记录毒气的一些相关数据，额外还统计幸存者人数，再通过电脑传给总部，最后资料整理归档后准时打卡下班。日复一日的工作十分的枯燥乏味，克拉每天吃完无滋无味的食物后，就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，或者修复一些已经损坏的机器打发时间。实在没事可做，就会看看总部发来的视频，这些视频会发给所有外包工作人员，鼓励他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一起对抗毒气，早日重见天日。克拉看着地图，他的好兄弟杰克负责另一个区域，每个外包的工作人员都会有一个专门负责的区域。到了晚上，克拉心不在焉地看着书，这时听到电脑传来消息，克拉来到电脑面前查看，发现是一条物资即将送达的消息提醒。于是第二天，克拉穿上防毒装备，并携带了一把手枪防身，最后戴上了防毒面具，准备出去取物资。整个地堡是通过高科技制作而成，里面有一套先进的过滤设备，可以让克拉在地堡呼吸到干净的空气。很快，克拉爬到了地面，外面的毒气烟雾缭绕，四处极其的安静，没有一点生机。随后，一个机器飞船送了一批物资，但投放位置出现了偏差，意外投进了湖水里。克拉只能下水去捞，万幸箱子里没有进水，有了食物，生活也得到了保障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克拉每天都重复做着一样的事情，这让他内心十分的煎熬，久而久之开始变得暴躁。突然有一天，所有电脑都提示网络崩溃，这也导致他失去了与总部联系的唯一途径，等物资用完就必死无疑。他需要立即向总部发送求救信号，于是打算去找附近的好朋友杰克，想通过他的信号塔向总部求救。克拉拿好手枪，穿好装备，再一次爬到了地面。由于这次出门时间会比较久，克拉便找来一块破布隐藏好入口，以免被其他幸存者发现。克拉拥有一个酷似老鹰的机器人陪在身边，随时会向他传达紧急情况。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片废墟，绝望的环境让人感到窒息，四处飘散的毒气让整个城市乃至整个世界都变得不堪一击。走了一天一夜，终于找到了信号塔，但克拉决定先去地堡寻找杰克，可没想到入口已经被水淹没，这意味着地堡早已无法生存。克拉迅速爬上了信号塔，当爬到最顶层时，发现一个男人趴在桌上一动不动，走近一看，竟是自己的好友杰克，看来早已领了盒饭。随后看到桌上留着一份遗书，原来杰克是自杀而亡，因为他的地堡已经淹没，导致无处可去。更可悲的是，他一直联络不上其他人，认为是总部放弃了他。他也自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再拯救这个世界，绝望之下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克拉看完，拿起桌上的对讲机，开始呼叫总部，可没想到电脑上显示无线电频道已不再使用，气得克拉直接爆起了粗口。冷静下来后，克拉决定徒步到总部查明真相。他看了下地图后，发现总部不算太远，徒步1天就可以到达总部，不过需要尽量避开城市道路。很快，克拉朝着总部的方向前进，一路上都十分的谨慎，每走一步都会细心的观察四周。随着天色渐渐昏暗，幸运的克拉发现了一辆破旧的汽车，于是先打算在这里借宿一宿。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，克拉醒后收拾好行李继续前行，他的机器老鹰一直在他身边守护。然而他还没有走多远，突然前面有3个幸存者走了过来，情急之下克拉只能先躲起来。好在雾气比较大，3个男人并没有发现他。等到3人走远后，克拉才敢起身。不久后，他来到了总部，通过身份识别成功进入了基地。这里有更加先进的过滤系统，拥有着非常新鲜的空气。克拉脱下了防毒面罩，他开始四处查看，但令人奇怪的是，基地里竟看不到半个人影，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时他看到其中一台亮着的电脑，上面显示一份项目终止的文件，还有几封给各个部门的邮件，内容是通知他们终止计划、紧急撤离的消息。然而克拉却压根没有收到这个消息，他气愤的怒摔椅子，随后离开了总部基地。但克拉也不知道接下去他该去哪。就在这时，克拉被几名幸存者攻击。等再次醒来，发现眼前出现一个神秘男人，男人名叫大壮。之所以会抓克拉，
是因为看到他穿着和总部一样的工作服，但是他们已经早就撤离，为什么还有人在这附近徘徊？克拉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。接着大壮表示，他曾经也申请过加入总部，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生存环境，但总部的人却毫不犹豫拒绝了他的请求，表示他们只需要聪明的人。这个理由让大壮气愤不已，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。克拉解释他们也是为了想要更好的资源来拯救这个世界。起初大壮也相信他们可以保护所有的幸存者，但现在他们却偷偷的撤离。大壮他们只能靠自己创建基地，但所用的过滤器和防毒面罩都没有总部的质量好。他现在严重怀疑总部根本不想对其他幸存者负责，只是用这个借口霸占着最好的仪器和环境，认为总部的高层都是一群自私的人。大壮在和克拉的沟通中发现，他似乎对总部的行为一无所知，于是便让克拉把机械老鹰交给他，他可以放克拉一条生路。现在手无寸铁的克拉别无选择，只能听从大壮的霸王条款。可机械老鹰有自己的思想，他会四处搜查，现在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。大壮表示他现在有的是时间，随后戴上了防毒面罩，准备出去查看一下。大壮让手下继续盯着克拉，可刚离开后不久，克拉就假装自己肚子痛。就在手下放松警惕时，克拉拿起椅子直接砸向对方，然后趁机捡起了地上的斧头，直接砍在手下的脑门上，随即拿走他身上的匕首还有口罩。虽然他们的口罩不够先进，但至少还是可以起到过滤效果。克拉悄悄逃出了他们的基地，不巧门口坐着一个女人正在磨刀，克拉立即拿出匕首朝她刺了一刀，但第一刀没有刺到要害，于是克拉迅速再次补刀。克拉确定没有人发现，便拿走了女人的外套。此刻正在巡逻的男人似乎听到了动静，于是便开始呼叫同伴。他朝着动静的方向缓缓前进，只见女人的尸体躺在了地上，他随即对着克拉逃跑的方向乱射了几枪，没想到是个人体描变大师。就在紧要关头，机器老鹰及时赶到。克拉正在查看倒地男人的情况，突然身后悄悄出现一个男人，随后一棍子打在他的身上。就在他即将被男人解决时，一声枪响，随即男人倒在了地上。克拉很好奇，在这末日之下，究竟还有谁会救自己？这时一个女人从雾气中缓缓走了出来，克拉看到她的脸简直难以置信，眼前这个手拿武器一身正气的女人竟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女人催促他赶紧拿上枪跟着自己走，眼前离开这里才是最要紧的。他立马捡起地上的 AK，跟着女人离开。就在克拉冲进一间房间时，被突然出现的男人一把抓住。克拉的力气实在不及男人，被压制得无法动弹，最后拼尽全力摘下了男人的口罩，瞬间男人失去了行动能力。另一边，跟科拉长相一样的女人正与其他幸存者激烈的进行枪战。这时大壮也赶了过来，准备偷袭科拉。没想到 AK 里面早已没了子弹，科拉趁机拿了根木棍，直接捅进了大壮的腹部。知道自己难免一死，大壮破坏了机械老鹰的控制器。科拉捡起手枪，准备一枪打死对方，但就这样打死难解他的心头之恨。最后克拉没有直接杀死大壮，而是想让他自己痛苦的死去。等消灭了所有人后，克拉终于拿回了自己的防毒面具。他好奇地询问女人究竟是谁，为何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女人告诉克拉，其实他们都是克隆人，是克拉项目中的一部分。但克拉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是克隆人，因为他记得他从小是在总部长大，还为总部在地底下工作了10年，每天都过着孤独的生活。他表示对于从小到大的事他都记忆犹新。女人告诉他，那是由人类通过基因工程编造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自己并非是克隆人。而他和克拉都有着相同的记忆。女人还表示自己还发现总部其他2个项目的加密文件，由于项目失败才会创立克拉这个新项目，并且制造出了成千上万的克隆人去保护这个世界上的幸存者。说白了，人类就是将克隆人当作一次性的工具，被单独派出去做人类不敢冒险做的事情。如今外面的幸存者越来越少，总部的高层决定终止项目，而这个克拉项目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终止。克拉生气地表示，他从来没有接到通知，每天还做着重复的工作，
而且前几天收到过一个空投物资，根本就不知道原来这个项目早已终止。女人有些同情克拉，表示他们作为克隆人，只不过是制造出来替总部去收集数据，等他们不需要了就会被丢弃。总部为了不让这些克隆人找到他们，会用炸弹袭击他们。女人当时也收到过一个炸弹，但没有爆炸，幸运的逃过了一劫。不过克拉并没有收到过炸弹，或许是人类的炸弹已经用完。从女人收到炸弹的那刻起，她就对那些利用她的人类恨之入骨，但找了几年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。她发誓一定要找到总部的那些人类，她让克拉帮她一起找到他们，然后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随后带着克拉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。到了第二天，女人拿出一张地图开始分析路线。经过她多年的搜查，目前只剩下一栋废弃高楼，还有最边上的一块空地，只有这2个地方还没有查看过。她猜测或许那里是他们的定居点，于是2人便赶紧出发搜寻。很快2人来到了废弃高楼，结果刚进去就听到了广播声。 Hello. My name is Aiden. You're in my home. If I wanted you dead, you would be very, very shot by now. There's a phone on the wall ahead of you. Come talk to me. 随后女人听从亚当的指示拿起了电话，他们并不是总部的人，但却一眼看出2人是被抛弃的克隆人，还邀请他们加入亚当的组织。目前他们的组织处于地下几百英尺的矿井中，那里非常的安全，不需要防毒面罩，而且亚当声称他们有酒有肉，但这些显然诱惑不了女人，她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类。女人先是口头上假装答应，让亚当的手下放松警惕，下一秒直接一枪爆了手下的头。另一名手下见状，赶紧将大门关闭，接着一场激烈的枪战拉开帷幕。这时一枚手榴弹扔了进来，克拉迅速将它扔出了窗外。克拉将一个偷袭的男人一枪爆头，几人如同在玩真人版和平精英一般。这时女人不慎被抓，并逼问克拉的下落。她拉着女人去寻找克拉，另一边的克拉也挟持了一名亚当的手下。他们碰面后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交换人质。可就在他们跳窗逃跑时，女人趁机对着他们的人质开了一枪，2人成功逃出亚当的领域，准备朝着最边上的空地搜查。但由于女人伤势过重，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继续行走。想要到那块空地，还需要爬过一座山坡。女人最后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，克拉则独自爬到了山坡，看到了一片荒芜的景象，随后回到女人的身边。女人好奇地询问克拉看到了什么，克拉谎称看到了建筑物，还有数百个没有戴防毒面罩的普通人，还看到孩子们欢乐地在玩耍。女人听到克拉的描述，心中顿时感到无比的欣慰，随后放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克拉不想让女人失望，故意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。此时克拉再次变成孤身一人，眼下他只能回到自己原先的住所。可等他来到入口时，竟发现入口是打开的状态。他意识到有人闯进了他的领域，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地底下，发现前面坐着一个男人，仔细一看正是之前没有杀死的大壮。看着满地被大壮破坏的过滤器和物资，克拉气愤朝着大壮开了一枪。他撕心裂肺地吼了一声。那么接下来在这末日世界中，克拉该如何生存下去？好了，以上就是2024瑞典科幻电影《克拉》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